现在我们来学习描述二端口网络的其他几种参数。第一个是 R 参数，也就是电阻参数。那对于 R 参数来讲，就是用端口的电流 I1、I2 来描述电压 U1、U2。我们前面学的 G 参数方程呢，是用 U1、U2 来描述 I1、I2。从这个方程我们可以求解，得到 U1、U2。我们可以来看一下，得到的结果是这个样子。那么我们提取出这其中的这些系数，实际上就是我们所需要的 R 参数。我们把它记作 R11、R12、R21 和 R22。这其中的这个德尔塔就是 G11 乘以 G22 减去 G12 乘以 G21， 也就是 G 参数矩阵的行列式的值。那么在这儿，请同学们思考一下，是不是这样一个推导过程对于任意的二端口网络都成立呢？那显然是需要加条件的，条件就是这个行列式的值不等于0，否则的话，这个分母为0就没有意义了。也就是说，对于任意的二端口网络，并不是说它的 G 参数和 R 参数都是同时存在的，那其他的参数实际上也都存在着同样的问题。这就是我们为什么要用这么多的参数来描述二端口的第二个原因，因为并不是对于任意的二端口网络都同时存在着这6种参数，可能只有其中的1种或者2种，那我们就需要借助不同的参数来描述不同的二端口网络。好，下面我们来看一下，对于互异二端口网络，它的 R 参数具有什么样的特征？前面我们已经知道了，对于互异二端口网络，它的 G 参数满足这样的条件 ，G12 等于 G21。那大家可以看一下它和 R 参数的关系，那当然就应该得到 R12 等于 R21， 这是互异二端口网络的 R 参数所应该满足的条件。那如果是对称二端口网络呢？除了要满足 G12 等于 G21 以外，还应该满足 G11 等于 G22。那么再看一下 G11 和 G22 在对应的 R 参数中的位置，我们就会知道，对于对称的二端口网络，不仅要满足 R12 等于 R21， 还应该有 R11 等于 R22， 和 G 参数所应该满足的条件形式上非常的相似。那对于同一个二端口网络来说，如果它的 R 参数矩阵和 G 参数矩阵同时存在的话，它们之间应该满足这样的关系 ：R 应该等于 G 的逆，或者 G 应该等于 R 的逆，也就是它们互为逆矩阵。这一点大家需要注意。好，下面我们来看一下，对于 R 参数我们怎么样来求。我们当然也可以根据它的定义，用实验测定的方法来求。这是 R 参数方程，可以看到，如果令 I2 等于0的话，也就是让端口2开路的话，那么这个时候 R11 和 R21 就应该等于 U11 除以 I1， 而 R21 呢就应该等于 U2 除以 I1。类似的，如果我们令 I1 等于0的话，也就是让端口1开路的话，你就可以得到 R12 应该等于 U1 除以 I2， 而 R22 呢应该等于 U2 除以 I2。由于在求 R 参数的过程当中，我们是令2个端口分别开路，因此 R 参数呢也称之为开路电阻参数。好，下面我们举一个例子来看一下，比如对于这样一个二端口网络，我们来求一下它的 R 参数。这是 R 参数的方程。首先我们根据这个定义，用实验测定的方法来求。
我们先令 I2 等于0，也就是让端口2开路。那么这个时候 R11 就应该等于 U1 除以 I1，U1 除以 I1 现在就应该等于 2A 加上 2B， 而 R21 呢应该等于 U2 除以 I1。由于现在 I2 是等于0的，所以 2B 上面流过的电流呢就是 I1， 所以 U2 除以 I1 呢就应该等于 2B。而要求 R12 和 R22 的时候，则要让端口1开路，也就是令 I1 等于0。好，那现在的 R12 就应该等于 U1 除以 I2。由于现在 I1 等于0，所以 RB 上面流过的电流呢就是 I2， 因此 U1 除以 I2 也等于 RB。而 R22 呢就应该等于 U2 除以 I2， 所以是等于 RC 加上 RB。那大家可以看到，这是一个纯电阻网络，是一个互异二端口，应该是有 R12 等于 R21。现在可以看到它们都等于 RB， 证明我们结果是对的。那在这样一个网络当中，大家可以看到，如果我的 RA 还等于 RC 的话，那显然就应该是一个对称二端口网络。对称二端口网络就应该有 R11 应该等于 R22。那看看，如果 RA 等于 RC， 那当然 R11 就是等于 R22 的。好，这是第一种方法。第二种方法，我们当然也可以直接写出这样一个二端口网络，它端口的电压电流关系。记住了，现在是用 I1、I2 来描述 U1、U2。我们来看一下 U1 应该是等于 2A 乘以 I1 再加上 2B 乘以 I1 加上 I2。而 U2 呢则应该是等于走这样一个路径，那么应该是等于 2C 乘以 I2 再加上 2B 乘以 I1 加上 I2。我们把这两个方程都整理一下，把 I1 的系数提取出来，应该是 2A 加 2B 乘以 I1 再加上 2B 乘以 I2。而下面这个方程呢，应该是 2B 乘以 I1 加上 2C 加上 2B 乘以 I2。那么比较一下这个系数和我们左边用第一种方法求得的结果，得到的 R 参数是完全一样的，同样也满足互异二端口应该满足的条件。回顾一下我们刚才讲 G 参数的时候举的那个例子，我们给出来的是一个派型的网络，而现在我们讲 R 参数的时候呢，给出来的是一个梯形的网络。实际上大家可以发现，对于派型的网络，我们写它的 G 参数会比较方便，而对于梯形网络呢，我们给它的 R 参数比较方便。这一点请大家先记住，因为后面我们讲二端口网络的等效电路的时候需要用到这一点。